关于蔚来汽车的换电站解决方案，之前德国媒体也有报道，而且蔚来在德国也建设了或正在建一些换电站，不过还远远没有达到全覆盖的程度。很多德国人更是闻所未闻。由于媒体的宣传，导致大部分德国人仍旧认为电动汽车没有未来，因为续航不行，而且德国能源死贵，所以还是燃油车更靠谱。今天，德国焦点新闻报道了宁德时代在全中国新建换电站，一种全新的电动汽车解决方案。前面提到，其实这个主意不新，因为蔚来汽车已经在中国建设了不少此类换电站。今年10月我在中国时，就见过好几座此类蔚来汽车换电站。不过，可能宁德时代换电站它的概念与蔚来汽车换电站有所不同，这个我就不知道了。据媒体报道，到今年3月，蔚来已达成4000万次电池更换服务，估计到今年年底应该会超过5000万次。本人认为换电池方案比充电方案更好，因为每次换的电池大概率都是没有问题的，容量达标的电池。相对于固定电池的汽车，电池故障与维修的风险可能更大。另外，换电池方案应该能节约更多时间吧。当然，随着电池技术越来越成熟，充电时间必定会大幅缩短，同时续航里程也会越来越高。不知道各位怎么看？我们现在来看看德国焦点新闻报道在中国发生的新事物吧。新的换电池技术，无需充电，中国已开始下场电动汽车革命。换一次电池就能继续行驶，未来电动汽车司机将不再需要费力地为电池充电，至少按中国电池巨头宁德时代的设想是如此。该公司目前正斥巨资在中国推出一种替代方案，将电动汽车驶入一个合适换电站，只需轻轻一按，整个过程就开始了。汽车被调到升降平台上，机器更换电池，放下来，重新上路，整个过程大约需要5分钟。进站更换电池，正是这种电动汽车的例行更换电池技术，将在明年在中国大规模推广。位于中国宁德市的全球最大电池制造商宁德时代本周宣布，将投资建设大量此类换电站。电动汽车无需在充电站充电，只要车辆本身安装了必要的技术，就能获得新的充电电池。据说这一想法在电动汽车比例较高的地区尤其可行。充电时间长不再是问题，电动汽车的可更换电池可在几分钟内完成更换，充电时间长将不再是个问题。德国 TÜV 的相关人员说，这是电动汽车制造商创新竞赛中的又一项技术。可更换电池的概念是否会占上风，现阶段还不清楚。这种模式还具有其他优势。该人士说，电池可以在低电压站非常温和的充电，这对电池的健康有很大好处，并能延长电池的使用寿命。此外，每次更换电池时，会对它的状况进行全面分析，这为客户提供了车载电池系统的安全性。从长远来看，更换系统还具有经济优势。由于电池不是车辆不可分割的一部分，车主在购买车辆时通常不带电池，这通常会使购买价格降低20%，然后电池通常以租赁模式提供。在德国，充电桩的建设正在推进，而电动汽车市场却停滞不前。德国汽车工业协会主席马库斯·伯里格告诉德国中部电视台，这种技术在中国比在德国更为普及。究其原因，充电桩和电网的相关扩建费用要高得多，尤其是在较大的地区。中国不仅是世界上最大的汽车市场，在引进电动汽车方面也比德国领先得多，而且销量越来越大。今年7月，在中国销售的所有新车中，新能源车首次过半，因此对这种换电站的需求也更大。然而，对德国来说，电池换电站并不是充电站的全面替代方案，而且一开始会使电动汽车更加昂贵，为此必须实现高度标准化，特别是在安装空间、接口和存储功能方面。然而，即使是在单一制造商的汽车产品组合中，也很难实现这一点，或者说只有付出巨大努力才能实现。电动汽车的电池是非常复杂的部件，
要使所有制造商和车型的电池都能兼容，需要付出巨大的努力，以至于汽车价格会大幅上涨。因此，这项技术能否以及多快能在德国得到推广，还是个问题。虽然更换电池系统可以解决一些问题，特别是电动汽车因电池质量下降而贬值的问题，但仍有标准化和基础设施方面的障碍需要克服。就时间而言，充电站和电池换电站没有太大区别。我们在快速充电方面取得了技术进步。雅琛某大学电动汽车专家坎普克对德国中部电视台说，因此换电和充电之间的差别不再那么大。现在在快速充电点可以在15分钟内完成充电。不过，换电系统对大型车队的运营商尤其具有吸引力，因为它有助于最大限度地减少车辆停机时间。该技术尤其适用于货车，因此德国经济部资助了 eHAU 研究项目。该项目目前正做一个衍生项目继续进行，并致力于开发和实施一种更换电池概念，用于使用40吨电动卡车的长途运输和电网能源服务。好，朋友们，报道就到这里，我们接下来看看网友评论。第一条评论：从一开始我就认为这是唯一的解决方案，但德国工程师认为这不可能实现。中国人开始不知道这一点，他们就这么做了。下一条评论：德国工程师有个缺点，他们总是想把一切做到 99.9% 的完美，本来 99% 已经足够，因此他们花费的时间太长，解决方案的成本也是原来的5倍。继续往下。当德国的汽车制造商还在继续生产豪华燃油车和电动汽车，无所事事的混日子时，其他地方的汽车制造商已经全身心地投入到新技术的研发中。哈贝克早在2019年就明确警告说，这些错误的管理决策是德国汽车工业的死穴。经济部长哈贝克对大众汽车公司说，该公司必须小心，不要被中国制造商超越。他说，你们的名字叫大众。他呼吁生产2万欧元以下的汽车。当然，导致大众汽车和其他公司滑坡的不是管理失误，当然是哈贝克。我们继续往下。想法很好，并不新颖，但在竞争激烈的市场中却不现实。我们甚至还不能就智能手机的充电器达成一致。下一条评论：这并不是一场新的革命，早在10多年前，欧洲就曾尝试过可互换电池系统，但当时企业参与的意愿并不高。蔚来汽车从2018年开始在中国提供该系统，在欧洲，它最有可能在重型卡车、长途客车和公共交通领域大显身手，因为在这些领域仍然可以建立跨制造商标准，而且所需的大容量电池使得目前的技术无法在短时间内完成充电。继续往下。蔚来汽车这样做已经很长段时间了，只需4分钟机器人即可完成电池更换。下一条评论：根据我的职业经验，我对这个问题非常了解。在德国，标准化的替代解决方案极不受欢迎，尽管它们是最合理的，有2方面的原因。第一，管理层喜欢专有解决方案，因为他们可以用专利来保护这些解决方案，然后从配件中赚取丰厚的利润，然后他们可以套牢，以非常高的价格出售这些配件。第二，工程师们喜欢自己的解决方案，因为他们可以发挥自己的能力，还能比别人提高 0.1% 的效率，即使只是理论上的。继续往下。中国和挪威到处都在兴起电动汽车的热潮，人们已经认识到电动汽车的优势，同时也具有环保意识，希望保护环境和气候。只有在德国，仍有许多人拒绝改用电动汽车。我想知道为什么国家不在这里进行更多的监管，比如通过税收和别的费用。好，让我们继续往下。因为我们国家贪图纳税人的钱，我想说的是，你不想把中国的电价与德国或瑞典的电价做个比较吗？下一条评论：尽管这个想法并不新鲜，但中国已经展示了下个方案，而德国则首先要在全国范围内建设充电桩，更不用说电价和能源安全了。
继续往下看。2010年，我们已经在欧洲与以色列 Better Place 公司和雷诺公司的可更换电池汽车进行了广泛的测试。我们的不足之处在于，在整个欧洲的可用性渗透可能需要几十年时间，损坏时的保修问题，电池 A 搭配车辆 B， 一旦动力传动系统出现缺陷，谁来承担责任呢？我们继续往下。多年来，蔚来汽车的可更换电池方案已经成熟运行。我自己也开一辆蔚来汽车，几乎只更换电池，不再在充电桩充电了。下一条评论，在每家大公司，叉车的电池都可以在3分钟内更换完毕，然后继续开它。为什么德国的电动汽车就不能这样呢？我100%肯定，这背后肯定有政治破坏。让我们继续往下看。特别是快速充电对汽车电池来说是一副毒药，因此换电站是更好的选择。下一条评论，原则上这个概念不错，但我对电池这一点很感兴趣。是按千瓦时支付电池租金吗？还是永久支付同等套餐费用？还是我买车时一次付清？说到底，对我来说，最重要的是最实惠的驾驶方式，基本上我不在乎驱动方式。继续往下看，中国让德国生赢。我们再往下，这很不错，3、4年前也有类似的报道，不久之后就再无音讯。就像许多其他事情一样，这肯定不会在未来几年内实现。遗憾的是，在德国这样的国家，要在5、6年内全面建设这样的基础设施是不现实的。在德国，即使是合理全面的提供公共充电站，也像月球距离地球一样遥远。我们继续往下看。试想一下，全国范围内供应人们所期望的氢能源，5、6年时间是不够的。等等，如果由中国人来建设，也许可以吧。好，我们再往下看。你说的完全正确。最大的例子就是大型机场的建设，历时14年时间，没有遇到任何地形困难。而中国历时2年，包括在近海填平整个机场的地面。下条评论，怎么能说是即将到来的革命呢？2年前，高端汽车制造商蔚来汽车开始在德国全范围内推广成熟的换电站，而且数量还在稳步增加。我自己驾驶蔚来汽车已有1年时间，每年需使用快速充电就3到4次而已，98%的行驶距离都可以通过使用换电站或在家充电。去年蔚来汽车的更换服务次数已经远远超过100万次，因此请今后多做一些功课，看看已经有了什么。对那些感兴趣的人，欢迎谷歌搜索德国蔚来汽车。下条评论，恭喜您，但蔚来汽车要您每月支付169或289欧元的电池租赁费。我只用5分钟就把车加满了油，而且我很容易就把支付租用电池的费用用来给汽车加油。我们再往下，是完全不同的概念，请用谷歌搜索一下中国的方案。下一条评论，电动汽车制造商蔚来汽车也在德国提供电池更换服务，可惜价格不菲。下一条评论，中国汽车制造商蔚来汽车很早就在使用这项技术，包括在德国。我不明白布鲁塞尔为什么不要求所有汽车制造商都采用这种技术，标准化的电池适用于所有汽车。这样做的好处只有一个，减少电网扩容。对汽车购买者而言，没有电池风险，汽车仍可作为二手汽车出售，加油时间大大缩短，等等等等。但是游说者的力量更强大，政治层面并不理解这个问题。让我们再往下看，这并不是什么新鲜事。蔚来汽车在中国的大城市设有许多这样的换电站，虽然这项服务的成本略高，但如果您临时需要一个充满电的电池，还是值得的。如果某个电池出现故障，充电站会识别出来，不再为其充电，而是将其剔出来。这意味着
不会因为电池老化而造成车辆贬值。下条评论：这种电池换电站的整个电池配送可能非常复杂，甚至比现有的充电方案更加昂贵，这意味着电动汽车不被更多人所接受。下条评论：如果我必须行驶500公里，在出发前拿到一块充好电的旧电池，它的容量还剩不到80%，那么在行驶300公里后疯狂地寻找换电站就很有意思了。再往下，未来汽车指出，更换电池至少有95%的容量。我们再往下，在德国行不通，因为这太复杂了。首先必须为换电站提供足够的供电线路，各汽车制造商必须有标准化的电池。德国的官僚主义也不容小觑，从建筑许可到自然保护和数据保护。下一条评论：这个概念尚未完全成熟，需要几十年时间，市场上才会有合适的解决方案。目前清洁的燃油车仍然是最好的选择，这只是我的观点。让我们继续往下。不知道，在中国2008年就推广了。德国知识点评：我觉得2008年是打字错误，应该为2018年，大家觉得呢？因为这种换电站解决方案是为了汽车2018年开始实施的。下条评论：我认为这很好，没有自己的电池，供应商可以反周期充电，在竞争中开发出更好的电池，而且你也不需要马上换新车，每个人都有1到2个标准电池，传统加油站就可以成为换电站。下条评论：这是正确的方法，只需要更换电池，5分钟后即可继续行驶。遗憾的是，我们德国汽车行业的瞌睡虫们还没有想到这个办法，在这方面，德国现在是一个发展中国家。继续往下，未来汽车拥有这种换电系统，甚至在德国也有换电站。如果大众汽车与未来合作，采用这种换电系统，那将是非常明智的做法。此外，如果有全新的电池，也可以很容易的投放市场，并陆续与现有电池交换。我们再往下，请写出来，在中国的城市里已经不允许燃油车上牌了，这与中国正在治理雾霾有关，而在农村则完全相反。这就是为什么总体销量燃油车、电动车各占1半的原因。这与环保无关，因为在中国，汽车的电力是用煤炭生产的，在中国，二氧化碳排放几乎是无节制的上升。德国知识点评：这个德国人完全是靠德国媒体的宣传得出的结论，因为他说的与中国的现实完全相反。可能在个别1线城市，燃油车很难上牌，但其他地方没有这个问题。在农村，现在购买电动车的人也很多，至少在我老家广西是这样。今年10月，我回中国老家的时候，在我们村就见到好几辆电动汽车。我们村大约100多户人家。另外，三峡水电站还有广西也有很多水电站发的电，难道是他所说的煤电吗？德国媒体一直在宣传中国正在建燃煤电厂，但不说新建燃煤电厂在能效方面比老的电厂环保效能提高了多少。西方媒体非蠢即坏，然后洗脑出很多脑残，最终损失的是他们自己，因为人会为自己的无知付出代价。下一条评论：还缺少一篇文章来说明插电式混动汽车在中国也算电动汽车。在中国，还有一些电动汽车装有内燃机，用于加热和供电，这与某些城市要求电动驱动系统的上牌有关。顺便说一句，我觉得像中国这样一个不民主的国家，竟然可以成为一切的标杆，这太不可思议了。美国、印度或日本没兴趣，因为那里没有人要纯电动汽车。我们看下一条评论：技术创新与民主无关。下一条评论：当然，只有在聪明人掌权的地方才行得通。遗憾的是，在德国是不可能的。下一条评论：中国人不会像我们一样喋喋不休，他们只是干就完了。继续往下，电动汽车问题是个死结。
它只能用剑来割断，这是幻想家的愿景，现在也是如此，就是这样，完全是一派胡言。我们继续往下看啊。一、换电池方案在中国已经使用很长时间了，例如出租车。二、等到在德国实施时，充电速度已经很快，换电站的基础设施已经过时了。我们看下一条评论。德国既不需要电动汽车，也不需要充电基础设施，因为能源转型导致德国没有电力，而法国的核电站也无法满足德国交通或供暖系统电气化的需求。好，我们继续往下。中国人在技术上已经领先于我们，我们已经大大落后。我们再往下。这也难怪，当德国人依然崇尚工匠精神和职业教育时，中国却有100多万拥有博士学位的学者失业。我们看最后一条评论。这并不是什么新想法，将来肯定会出现，但目前所有制造商都在寻找合适的电池技术。在中国，政府比较容易发号施令，但在我们的自由市场上，目前有太多不同的电池品种。好，朋友们，今天就到这里了，非常感谢大家，那我们下期见。